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说到西红柿，最近网上很多人流传6片叶和5片叶的说法，虽说叶片差别不大，可是口感却相差甚远，您听说过吗？如何才能够挑选到自然成熟又非常新鲜的西红柿呢？在买西红柿的时候，是挑5片叶的还是6片叶的呢？今天就来给大家解决疑惑，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，相信大家第一眼首先看到的都是它的颜色和形状，所以第一要认真的观察西红柿的形状和颜色。自然成熟的西红柿，它的形状一般都是非常圆润的，而且表皮的颜色深浅不一，分布不均匀。这是因为西红柿在生长的过程中，有的面对着太阳，有的背对着太阳，这样受到的光照不同，导致表皮的颜色也不同，深浅不一。这是所有果实生长的正常现象。反之，如果看到外形不够圆润，有点椭圆形或者是有点凸出来的畸形的样子，这非常有可能是打过激素的。因为在药物的作用下，西红柿某些部位长得特别突出，这就导致了西红柿整体并不圆润，而且表面颜色很均匀，感觉就像染了颜色一样。这是因为西红柿还是青色，未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下来了，再喷上催熟剂，这样会让表皮的颜色均匀好看，卖相极佳。虽然使用了激素的西红柿卖相非常好，但是这些激素药物会残留在果肉当中，使用后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害处的。所以大家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，尽量不要买长成长形或者是畸形的西红柿哦。第二，挑选西红柿时，我们还可以用手捏一捏。捏西红柿能看出来的信息有很多，大家一定不能少了这一步。大家在用手捏西红柿的时候，如果感觉西红柿果肉非常硬，但是颜色呢却很红很漂亮，那么这种最好不要选择。这种一般是在生长的过程中涂抹了催熟剂的，还有可能打了催红素。这样的西红柿不仅摸起来硬，吃起来口感也不香，没有汁水，常吃对身体也不好。如果按压起来软硬度适中，富有弹性，表皮摸起来还有少许的粗糙感，这样就是自然成熟的西红柿，而且还是比较新鲜的哦，这种是可以选择的。这种能说明西红柿是成熟的，口感和营养方面都是不错的。那如果有一些西红柿表皮按压起来稍微过软，也不要购买，这可能是放置了很久的西红柿了，吃起来就不新鲜咯。第三，闻一闻它的味道。大家可以把西红柿拿起来闻一下味道。如果西红柿闻着有点淡淡的清香味，是正常的西红柿味道，这种一般呢都是比较好的西红柿，可以选择。如果是那种没有香味的，或者是有很大异味的西红柿，就最好不要挑选。那样的西红柿一般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，在运输的过程中，为了保证西红柿的新鲜，在西红柿上喷了少量的甲醛，然后再在市场上进行售卖。喷过甲醛的西红柿会有异味，大家遇见了可千万别买哦。第四，我来教大家选择叶片。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有根蒂的西红柿，根蒂上的叶子有2种，一种是5叶，另外一种是6叶。之前我没有注意过这2种叶子的区别，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奶奶用我买回来的西红柿做菜时，就说我挑选西红柿问题可大了。她说这2种最大的不同就是口感了。一般来说，5片叶子的西红柿比6片叶子的西红柿口感差很多。因为6叶的西红柿在生长的过程中，吸收的水分和糖分要比5叶的西红柿要多，
所以在口感上，6叶西红柿比5叶西红柿的口感丰富，水分多。我奶奶自己种的时候，如果西红柿结得密集，要保证个头和口感，有时还会在幼小时将5叶的摘掉，所以她种出来的西红柿汁多又好吃，这也是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经验了。因此大家在买西红柿5叶6叶要分清哦，区别很大的，弄懂再买，买回来的西红柿就个个好吃。第5，挑选表面看起来星星点点的。大家发现没有，有些西红柿的皮内星星点点的，像星空一样很漂亮，但是有些朋友却担心这样的是不是病态西红柿，反而不敢选择。大家都喜欢吃沙瓤多汁、酸甜可口的西红柿，却怎么也买不到。其实表面有很多星星点点的西红柿，就说明这种西红柿里面是沙瓤的。这种西红柿一般是用来生吃，它吃起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都非常好。尤其是用这样的西红柿来做出来的西红柿炒蛋，那绝对是非常的美味。如果您比较喜欢生吃西红柿，也喜欢凉拌西红柿，那么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，就最好买这种表面看起来星星点点的，口感绝对比没有的好，您试试。除了数叶片的数量，想要买到好吃的西红柿，其他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哦。只要学会了以上的2、3种，保证能够轻松地买到优质的成熟西红柿。您记住了吗？说到这里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西红柿去皮的小技巧。因为很多人在吃西红柿的时候，觉得西红柿的表皮口感不好，在吃的时候容易嚼不烂，又担心有脓残，都喜欢去皮，可来来去去就只会用勺子刮开水烫，既浪费时间又脏手。我的方法就比较简单了，我们用叉子固定住，然后呢打开煤气用火来烤，把西红柿放在小火上来回转动。西红柿的果皮在预热以后会发生膨胀，这时它就会自然的裂开，而且呢会与里面的果肉分离。用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不脏手，不像其他的去皮法，两手都会沾满西红柿汁。不要半分钟就可以烤好了。烤好以后取下，直接用手把表皮剥下来就可以。西红柿的果肉完好无损，而且去的皮非常薄，一点都不会浪费果肉哦。撕下来也很轻松，这是因为西红柿预热收缩的原理，能让它自然裂开，鱼肉分离。皮有烤焦的地方，撕掉以后完全不影响口感。用火烤西红柿剥皮的妙招您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